上，水果稻花香。你帮我当手榴弹的时候，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对，挨个打，走，快点！哎，排长，哎，扶点，扶点，哎，扶点，来，排长。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三儿大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来。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河灯。关护士，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
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韩护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那我叫你张大哥。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87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什么都没有，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谢谢你。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江边，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它懂感情吗？它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会到大海，终归会到大海。摘草，折船。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折很多很多只，给我87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好。
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吗？你不怕？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爹，要么你们别耗着了，我给你把床板放下来，你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嘿，回来了。如何？砸了，输了。输了。那灵爪桂鱼输了，独乐乐、钟乐乐也输了。嗯，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嗯，不应该呀，不应该。难道周文王不管用？菜没做好，做好了，词儿没背对。都背下来了，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全说了，一个字不差。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哎，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他说你骗他。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是这么回事儿。然也，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斗菜赢了，哎，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你这个臭小子，我拿去！别，我错了，我一定。哎呀，不是咋了嘛？你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都！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不是你不知道，田
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关注？因为你傻呗，为什么？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一大堆华丽的辞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哎，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比，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送钱找门路也方便些。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想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先生可能在楼上。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密的交情。是，而且，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813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以前我就跟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策。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先生，要我们陪您说说话吗？等我按快门。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是。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黄不讲啊！来，谢韩博士。
小月，小姐，你怎么来了？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我还差得远呢。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没有了爱情，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傻妹妹，那都是戏。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不是的，小姐，我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小姐，你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醒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好了，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啊？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好，姐，照顾好自己。保重。姐，到了香港记得写信给我。我听韩护士说，于小姐走了。淑人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1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这1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
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地消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对，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岳飞哥，你听说过八瓣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2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你跟他们有接触？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可以给我看看取经吗？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辉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明灰扫干净就行了。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四宝姑娘，哎，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行，就是别让小云妮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不会不会。我先去收拾田先生的卧室了。你先忙着。好嘞。月明，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儿》，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妹妹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只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他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2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跑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举上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她1根火柴，也没有人给她1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
啊，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哎呦，田先生，接着把它讲完吧。我这是逗孩子呢。那孩子叫月明啊，对，月明。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万福在厨房做菜呢。你接着忙。好。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我自己来吧。啊？四宝也被开了吗？不，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我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好。来，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这是一本宋版书。啊？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搞到几本宋版的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您帮我长长眼。可惜呀，怎么了？这书啊，不倒带。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他捡了一个大漏啊。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
是复刻版，价值不大呀。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哦，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见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嗯，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您收藏过《庐山记》？哦，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汾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韩汾楼，唉，可惜呀，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那闸北的那些楼，他是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是不能够恢复的呀。张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啊，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我一直教导臣子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爹，田先生，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失敬失敬了。这是令郎啊，犬子犬子。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多亏了老先生指点。哪里，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好。太爷啊，您跟他说什么了？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呢。不是，您要是说多了，咱就穿帮了。啊？那你听听我说什么了？我无妨无妨，无关此人，亦读书人也。飘散在他字歌中，召集字歌中，
慢点，慢点。哦，啊。在塔子阁中。小月姑娘，你站在话筒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你可真够油的，发自肺腑的。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水美，山美，人更美啊！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腿要溜，嘴也要溜啊！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嗯。怎么了？数不对啊？数是不对，多了一份。